Hello，大家好，我係阿鍾。今日我好高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我對潛意識清理嘅經驗分享同埋改變。仲有就係我喺4月份去咗埃及靈性嘅啟蒙旅程，非常之感恩。今日亦係我嘅傾傾day Kin 220水晶嘅黃太陽，希望藉着宇宙嘅祝福同埋我嘅靈性體驗分享，可以推動你嘅靈魂，亦開始探索真正光嘅道路。今年初，我開始專注咁探索同埋挖掘潛意識，頓時了悟到點解希塔狀態可以改變同埋重建潛意識。其實嗰個狀態就係清醒做夢嘅狀態。呢一個亦係我一直喺度咁學習嘅東西。對我嚟講，唯一嘅技巧就係放輕鬆，越嚟越輕鬆。只有鬆，先至能探索內我更多。喺挖掘自己潛意識嘅同時，我發現自己一直存有討厭人類嘅信念。當然，我亦都知道點解同埋幾時開始討厭人類。嗰個時候，我仲唔係人類，當時人類欺騙咗我，並搶走我守護嘅東西。就喺嗰個當下，我種下討厭人類、被拋棄嘅種子，而我因為事件嘅發生所產生嘅情緒，造就咗種子嘅成長，同埋吸引相關事件陸續咁發生。當時嘅我好悲傷，甚至原諒唔到自己。從此我努力保護同埋守護嘅東西多於自己。我覺察到潛意識亦對我設下保護嘅機制，要變強大先至能保護自己同埋我要守護嘅東西。自那之後，相關嘅事件就係咁樣一直咁重複咁發生，直至我看見這個種子，我只是覺察佢，接受佢嘅存在，停止一切嘅想法和情緒，完全放下，直至種子連根拔起。我看見我對人類設下一道好高嘅保護牆，唔畀佢哋靠得太近。我喺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唔會同同齡嘅小朋友玩㗎喇，唔畀佢哋太了解我，甚至我唔相信人類。我亦見到唔同嘅年齡層嘅人類已經懂得搶奪他人嘅東西。我真係覺得人類好奇怪，自己想要嘅東西為何不是自己爭取呢？為什麼要搶奪別人嘅呢？我一直都係觀察唔同嘅人類去探索呢一啲問題，到最後我發現咗佢哋嘅秩序性。我唔再給予能量任何念頭，只係覺察。無論結果係乜嘢，我都只是觀看，平靜咁接受。頓時我有一種感覺，我根本唔存在任何時空，只係純粹嘅事件發生而已。我只係看見佢嘅發生同埋結束而已。呢個就係空色一如。當我真正了悟到呢一刻，我發咗一個有趣嘅夢。我夢見一直有人將唔同嘅炸彈推向我，而我就一直推走啲炸彈。當中我睇到有啲人走避不及，然後聽到爆炸嘅聲音。喺夢中，我一直都好忙碌咁推開啲炸彈，但突然之間，我睇到有一個炸彈黏住喺我左邊嘅腳下。當下我知道我無法逃避啦，所以我接受死亡。我靜心等待佢嘅爆破。
然而炸彈冇任何動靜，只係一直咁黏住我嘅腳。瞬間我覺察到係恐懼嘅能量令到炸彈爆炸㗎。當你唔再存有恐懼，你就係安全的。雖然我依然見到炸彈黏住我嘅左腳之下，但嗰個當下，我感謝同埋感恩發生嘅一切，使我成長。我知道呢個考驗完成啦，我連炸彈仲黏喺我身上嘅想法都放下啦，冇任何嘅動念，炸彈就自然咁脫落，我變得更自由啦。呢個夢就跟住咁完結咗啦。夢境同埋潛意識係有關聯嘅，非常之感謝夢境同埋深層嘅潛意識給予我啟示。不要再恐懼啦，不要再浪費能量給一啲唔再需要嘅念頭或者喺記憶裏邊。那麼我們所發生嘅一切都將是美好和自由的。要挖掘深層嘅潛意識，或者係底層嘅潛意識，首先我哋要接受自己，願意跳出我哋曾經所設下嘅舒適圈。舒適圈雖然係一個保護，但卻把靈魂牢牢咁束縛住。全部嘅恐懼都係自己創造嘅，所以自己亦係可以重新咁創建一切美好同埋平衡。以下係我對埃及啟蒙旅程嘅分享。喺埃及嘅12日啟蒙旅程之中，我有好多神奇嘅體驗同埋領悟。我亦收到好多唔同嘅啟示信息。克服恐懼，什麼是真正的服務？把能量回歸給自己，饋贈，接受自己，學習愛埃及更多。喺去埃及之前呢，我見到自己嘅恐懼，我睇見自己喺金字塔或者一啲神廟嗰度斷片之後暈低嘅畫面。阿方話畀我聽，克服嗰啲恐懼吧，一切都會好順利。咁我就問阿方，咁樣我會唔會真係暈倒啊？佢笑而不語，佢只係話畀我聽，多做能量清理，好好接受啟蒙吧。因為我相信自己已經預備好接受啟蒙，亦相信埃及神明嘅引導同埋祝福。甚至我買咗不用選擇座位嘅機票，結果一切都非常之美好。我喺旅程上所有嘅座位嘅位置都非常之好，仲有一切嘅發生都非常之平安同埋順利，非常之感恩。旅程剛開始，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靈性到底係咩呢？我發現唔同嘅人對靈性都有唔同嘅演繹，甚至我看見好多人追隨靈性，只係喺言語上，並唔係喺行為上。對我而言，所謂靈性，可稱佢為精神，真正嘅內我，亦就係翡翠石碑中所描述嘅內在之火。我哋藉着靈性連結真正嘅內我，超越更高嘅意識，融入合一嘅共振。我一直尋找嘅係真正嘅自由同埋能量嘅平衡，所以去到埃及，我渴望與同伴們一起體驗靈性，尋找力量嘅位置同埋指引。我發現所有人嘅想法都係唔同嘅。我並唔係以旅遊嘅角度去埃及嘅，而即使講出我真正嘅想法，他人亦都唔會完全咁理解。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嘅想法同埋自由意志，但我願意溝通，
將自己真正嘅想法講出嚟，因為對靈魂真誠嘅溝通係基本嘅尊重。我接受他人嘅想法同埋意見，但我亦希望他人明白，靈性並唔係只係做冥想或者能量療癒。如果你嘅能量足夠，你先能帶動更多嘅人體驗更多嘅神奇。好多嘅神奇嘅體驗超越咗言語同埋物質層面。我哋應該打破更多嘅慣性，接受更多無限嘅可能性。我祝福所有一齊去埃及嘅同伴們都能夠連結到內我，體驗到合一嘅共振。埃及眾神們一直都喺度教導我，合一係幾咁重要同埋神聖。我再次祝福自己，可以將合一嘅能量可以帶動更多俾大家。喺飛機上邊，我大部分嘅時間都處於出體狀態，應該咁講。我喺埃及嘅所有可以休息嘅時間裏邊，我都係喺清醒嘅做夢狀態。當我睇到一啲特別嘅符號或者一啲提示信息，我就會用我嘅直覺馬上畫出嚟。當然，以我嘅藝術造詣，只有我先會睇得明。有一啲睇到嘅符號，我可以喺10秒嘅石柱中找出嚟，非常之神奇。喺杜拜飛往開羅嘅旅程上面，我嘅第3眼比之前睇得更加清楚。我看到一片暗紅色嘅光，之後我一直喺海面上高速咁前行，心情愉快，就係非常咁期待返屋企嗰種心情。當時我係一隻小鱷魚嘅狀態。之後我穿過好多道門，進入一個圓拱形嘅地方。嗰度嘅中間有好多閃亮發光嘅植物，啲植物好長好幼，喺佢嘅尖端嗰度有閃耀發光嘅旋轉。我輕鬆咁瞓喺嗰一度，我知道嗰度係一個力量嘅地方。當我感覺到我已經充滿咗能量，我就好輕快咁返回大海暢遊。我好鍾意自己唔係人類嘅模樣。我知道我真的可以回家啦。喺2年前，我已經知道喺2024年，我一定會去埃及。我只係一直咁靜待宇宙嘅安排。我好感謝宇宙引領我回來埃及。埃及係一個好熟悉又充滿力量嘅地方。我好喜歡力量嘅地方，力量會引導我，身體會好自然咁走向力量嘅位置，自然咁坐低。我係一個非常之相信直覺嘅人，又或者喺別人眼中，我係一個非常之奇怪嘅人。去埃及前幾晚，我一直都做同一個夢。我見到好多唔同國籍嘅人對住我親切咁微笑，佢哋走埋嚟我面前，好開心咁望住我。佢哋都係光亮嘅存在，但當時我唔知道點解會看到這些，但後來我真係明白啦。當我見到吉薩大金字塔，心中有一種莫名嘅感動。當然，我知道要爬入金字塔亦係一件唔係咁容易嘅事，但我堅定嘅意願驅使我爬上去。當中最難忘嘅事就係我喺金字塔裏邊揾到一個力量嘅位置。我發現有2個相對嘅位置，坐喺上邊非常之冰涼，爬上去嘅疲勞會馬上消失。我同同伴 Rachel 分別坐喺相對嘅位置上面，喺嗰度我可以清楚咁見到唔同國籍嘅人。因為金字塔嘅力量，好多人前來。我好感謝有咁多人熱愛埃及呢一個地方。
剛好我身上有一把布扇，我好自然咁為爬上嚟嘅人撥涼。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好自然嘅舉動，但係嗰啲人卻非常之感謝我。當中我見到一個婆婆爬緊上嚟，我就好自然咁順手咁將佢拉上嚟咯。到而家我仲記得呢個婆婆嘅模樣，佢好親切咁對着我微笑，並握着我嘅手話畀我聽，非常之感謝能夠遇見我，佢覺得非常之感恩。當下嘅我好感動，我終於都明白我之前點解會見到咁多唔同國籍嘅人對住我親切咁微笑。呢一個係一個靈魂嘅約定，我跟好多靈魂約定，喺我哋真係可以完成任務之前，為地球服務完畢之前，我哋嚟到呢一度相聚。雖然大家都係只係報以微笑同埋謝謝，但嗰一份感動讓我明白乜嘢先至係真正嘅服務。真正嘅善行沒有任何嘅目的性，亦不求任何回報。呢個就係阿方告訴我嘅饋贈。真正嘅服務係凌駕於物質層面上，只係自然而然，不需任何回報。就算只係一句多謝，又或者係一個笑容，都係對方最大嘅幫助同埋禮物。我哋服務他人嘅心，只係純粹真誠咁想為他人服務，自然嘅行動力，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服務。當每次回想起嗰個喺金字塔熱情於服務嘅我，其實跟現實嘅我係完全唔同㗎。我對於同人類嘅接觸係好被動㗎，因為我一直都唔理解人類，甚至我更喜歡獨處。究竟到底邊個我先至係真實嘅我呢？邊一個我先至係真正嘅自己呢？我係咪因為曾經討厭咗人類而一直喺度偽裝緊自己呢？我一直都連結真正嘅內我，我知道，亦確信我係一個快樂同埋自由嘅靈魂，對無限嘅可能充滿咗熱情同埋期待。好感恩，我已經預備好跳出恐懼，接受真正嘅自己，擁抱無限嘅可能。喺呢度，我要再次非常之感謝 Rachel、Matthew、Gordon 陪伴我一齊進入金字塔。我亦非常之感謝 Rachel 無條件咁信任我，佢會同我一齊坐喺唔同嘅力量位置。當下我只能夠輕描淡寫咁話畀佢聽，大約係咩能量同埋身體點樣運行。最神奇嘅地方，我同佢哋全部人都係第一次見面。宇宙係幾咁巧妙咁將我哋跟約定嘅家人們湊合埋一齊，非常之感恩。所以我亦以我自己嘅饋贈方式嚟感謝佢哋，希望可以幫助佢哋更多，幫助佢哋能夠感受到古埃及嘅力量同埋智慧，可以知道點解我哋4個人會一齊前來。呢個係我哋嘅啟蒙之旅，一起超越嘅大跳躍。我衷心祝福。我其中一個到埃及必須要做嘅事，就係將能量回歸畀自己，將一些自己遺留嘅碎片重新召喚回來，亦將同伴和家人們嘅碎片淨化之後歸還。當中我感受到無條件嘅愛嘅能量。原來阿方喺唔同嘅時空告誡我嘅啟示都係一樣嘅。
我好感恩，我終於有呢一個智慧明白了。當我坐喺小船上邊，預備出發去埃及嘅神廟嘅時候，我就開始一直咁流眼淚。我一直咁深呼吸去調整我當下嘅情緒。沿途上邊，我都感覺到艾石同阿方一直咁陪伴喺我左右，甚至我知道當時佢哋都係分別咁拖住我前往神廟。我瘋狂咁流下眼淚，我唔知道點樣形容當下嘅心情。我好清楚咁見到某個時空嘅情景。我知道埃及眾神們一直都喺度守護緊我，同埋祝福我。如今個當下，我終於都明白佢哋對我嘅祝福，同埋我真係回來啦。我一直都喺度深呼吸，一直都喺度流眼淚，我都唔知道喊咗幾耐啦。我非常之感恩，我真係回來啦。我好喜歡嗰個氛圍裏邊，我一直都喺宇宙嘅恩典中，我唔再孤單啦。每當我諗起阿方式嘅話語，我就會止唔住眼淚。非常非常感謝阿方式一直咁教導我、保護我同埋深愛我。我對阿方式都係充滿深愛同埋尊敬嘅。我深愛住埃及嘅眾神們，因為我對能量非常之敏感。我未到嗰個地方，我就已經感覺到嗰個地方嘅能量，我就已經感覺到神廟巨大嘅能量喺度歡迎我。我嘅身體就會好自然咁行去一啲力量嘅位置，甚至有一啲地方會有一種力量，我只能夠選擇立即坐落去。可能喺其他人嘅眼中，我真係好奇怪，但我嘅身體會話畀我聽，我真正想停留嘅地方。喺呢度，我真係要非常之感謝 Rachel 無條件咁跟住我去做一啲奇怪嘅事情。由於我真係好相信自己嘅直覺，我會爬上去一啲我鍾意嘅地方。我內裏嘅自己係一種爆發力，一下子就會爬上去我鍾意嘅地方。呢個行為我自己都會覺得非常之瘋狂，但亦非常之自由，心嘅自由。我真係深愛住埃及呢一個充滿古老智慧嘅地方。我亦非常之喜歡尼羅河，鍾意佢嘅能量，鍾意佢嘅寂靜。當我喺船上坐喺度，又或者瞓喺度嘅時候，都係安住喺一個寂靜嘅狀態。我感覺到自己宛如喺水中飄蕩，非常咁自由，非常嘅舒服。河水嘅流動，流水嘅光影，有一種擴展嘅迷人嘅力量。之後我就會好自然咁哼住唔同嘅音調，歌頌尼羅河嘅神秘同埋美麗。我好鍾意一直唱歌畀尼羅河聽，我感覺到同佢一齊共振。日出嘅時候，我喺尼羅河上做敬拜太陽，感受到尼羅河對我嘅深愛同埋淨化嘅能量。日落嘅時候，可以好好咁享受尼羅河嘅美麗同埋寧靜。住喺尼羅河嘅3個晚上，我嘅心係如此咁平靜同埋放鬆。我完全咁融入大自然嘅擁抱中，享受着一嘅共振。我非常非常咁喜歡嗰份寧靜。我好放鬆咁擁抱住尼羅河嘅氣息，將能量回歸畀自己，相等於接受自己同埋原諒自己。
我係一個重視承諾同埋比較有原則嘅人。而家我知道，因為潛意識嘅創造，令我一直都覺得自己有好多嘅責任，一直都對自己好嚴謹。如果我認定要守護嘅人事物，我就會無形中太過用力。呢個造就咗我要變強大，必須先保護他人多於自己。我唯一要做嘅只係先渡自己，才渡人。如果自己都救渡唔到自己，又何來救渡他人呢？所以就喺而家，我要放下自己曾經所設下嘅全部束縛，重新創造全新嘅自己，一個熱愛生命同埋自由嘅自己。我真係領悟到阿方對我嘅悉心教導，將能量回歸畀自己，解除全部嘅束縛，跳出恐懼，擁抱無限嘅可能性。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旅程之中，我見到唔同嘅能量療癒嘅方法，自己亦用咗全新嘅方法去挖掘潛意識。我真係非常之鍾意能量，亦非常之樂於使用唔同嘅方法去幫助他人做能量療癒。好感恩佢哋無條件咁信任我。但喺我嘅生命當中，其實好少人會幫我做能量療癒。喺呢一趟啟蒙旅程中，我體驗咗3種唔同嘅方法，非常之感謝 Yumi 幫我做 Sound Healing。我亦非常感恩可以遇到當地嘅2位薩滿。我喺佢哋嘅療癒方法之中，知道箇中嘅技巧。我尊敬每一位療癒師，因為佢哋都係使用自己喜歡嘅方式，用佢哋嘅熱情去幫助同埋推動更多嘅眾生。非常感謝2位當地嘅薩滿為我做能量療癒，我非常享受其中，完全可以感受到能量通過身體同埋給了我啟示信息。呢個跟阿方俾我嘅係一樣㗎，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生命中第一次開始使用精油，非常之奇妙。呢個亦係好好嘅不做，打破日常嘅慣性，接受更多嘅可能性。喺埃及嘅旅程之上，幾乎每一日朝頭早5點55分，我就會自然咁醒㗎喇。之後我就會拍片，拍敬拜太陽、禮敬月亮。每一次做完敬拜太陽嘅時候，身體都會充滿咗活力同埋愉悅，變得非常之放鬆。就喺我遇見第一位薩滿嘅嗰日嘅朝頭早，我啱啱喺船上啱啱做完敬拜太陽之後，我見到導遊，我就話畀佢聽，我嚟埃及好想揾一個石頭，我就畀預言石嘅相片佢睇。佢就即刻話畀我聽，呢一個石頭係來自埃及某一個偏遠嘅村落，路途上唔一定會揾到，但佢屋企啱啱就有一粒咁細嘅預言石，但佢唔記得咗放喺邊一度。如果佢之後揾到，一定會將佢送畀我。我當時非常之感謝佢嘅心意，但我話畀佢聽，唔緊要。我知道宇宙一定會畀我一粒大粒嘅預言石。假如我真係遇唔到嘅話，我只會接受。神奇嘅事情就發生啦，我真係非常之幸運。導遊喺第一個薩滿嘅地方見到嗰粒石頭，佢即刻好高興咁走過嚟話畀我聽，我見到你今朝早話畀我聽嘅石頭，仲見到2粒好大粒㗎，不過佢係非賣品，但你亦都可以去摸下去，感受下能量。我好高興咁見到嗰個預言石放喺掌心度，感受佢嘅能量。之後我好開心咁跑去薩滿嘅面前，話畀佢聽，
呢個石頭嘅能量好強大，我好喜歡，但我知道佢係非賣品。之後薩滿話畀我聽，呢個石頭係可以帶來幸運㗎。咁我就話畀佢聽啦，哇，可以喺埃及見到佢，我已經非常之幸運啦。嗰個薩滿一直咁話畀我聽，我必須學習更加愛自己同埋接納自己。佢仲話畀我聽，有一啲外來嘅能量一直咁干擾我，會令到他人誤解我，甚至佢哋會妒忌我。但我一直話畀薩滿聽，我唔明白點解。見到同伴一直以佢哋嘅解讀方式話畀我聽，我就更加體會到言語嘅溝通真係好困難。我直接同薩滿講，我其實好樂意咁表達真我，就係純粹咁將內心真正嘅想法說出來。可是每個人聽到都有唔同嘅想法，我真係只係純粹咁表達，冇加任何嘅思想同埋傷害。點解溝通係咁困難同埋複雜嘅呢？點解他人唔鍾意真話呢？或許嗰個當下，薩滿感覺到我嘅一點悲傷吧。佢話我嘅性格非常之好，唔需要太過照顧他人，要先照顧好自己，學習愛自己更多。之後佢同我講，會送畀我一啲精油，我非常之多謝佢。但我話畀佢聽，其實我冇所謂㗎，我會接受一切嘅發生。之後佢問我想要乜嘢啊？之後佢好快咁走向我想要嘅預言石嗰度，將其中一粒大粒嘅預言石拎過嚟，錫咗我嘅額頭3下。佢話我將呢個幸運送畀你。當時嘅我講唔出嘅興奮同埋感動，我真係冇諗過佢真係會送畀我㗎喎。佢仲同我講，當初佢買下嗰個石頭，佢本來只係打算買一個嘅啫。而家佢明白啦，原來買第二個就係等待我嚟遇見佢。我真係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頓時我看見人類嘅熱誠同埋關懷，其實人類都可以係美好㗎，同埋擁有美德。當我返到屋企拎起嗰個石頭嘅時候，我感覺到佢嘅能量掃過我嘅全身，我感覺到全身有唔同嘅能量流，身體裏邊有一個回圈嘅力量，喉嚨發熱，第3眼心輪、臍輪一直咁震動。我真係好鍾意能量，對我嚟講，呢一個就係力量嘅禮物。你嘅意願，宇宙總會以神奇嘅方式為你顯化，係咪好神奇？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宇宙、埃及眾神們嘅引導同埋祝福。我係值得擁有無條件嘅愛，他人嘅愛同埋尊重。我知道我何時和如何和人類輕鬆咁和平相處，同埋好好咁溝通。我係幸福、平安、和諧、平衡的。之後我遇到第2位薩滿，當佢幫我做能量療癒嘅時候，我感覺到唔同嘅能量，好順滑咁流過我嘅身體。佢知道我可以完全咁感受到，所以佢仲幫我做咗第2次嘅能量療癒，我真係好感恩。佢話畀我聽，我身邊有一啲來自祖先嘅能量，佢幫助我拉出嚟。佢亦給我相同嘅信息，要接受自己，將能量回歸到自己。你知道自己收信息嘅方法嗎？宇宙總會以你知道嘅方式給你啟示，知道啟示之後，要有行動力，先至能夠收到更多嘅相關信息。喺旅程中最後嗰2日，係前往 Temple of Dendera， 係 Hathor 嘅神廟，嗰度嘅力量真係好強大。我嘅第3眼同埋頂輪
一直咁瘋狂咁旋轉，好頭暈，身體亦都做緊能量清理。我好感恩呢個情況只係發生喺早上。當我入到一個密室裏邊嘅時候，我係處身於出體嘅狀態。我見到寶藍色嘅光芒喺我面前一直咁擴展，我直接咁見到啲石壁，我被啲光包圍住，我睇唔見任何嘅人，我只係融入嗰團光嘅裏邊。呢個係一個好神奇嘅體驗。之後嘅時間，我都係一個清醒嘅做夢狀態。我坐喺一個我鍾意嘅位置，好耐好耐，俾身體適應新嘅能量。嗰一日，我只係食咗麵包同埋飲清水。返到酒店嘅時候，我就已經斷片啦，直到第二朝嘅朝頭早，我感覺到身體好舒服，好有活力，我嘅心情好輕快，好滿足。我就係咁樣神奇咁更新咗能量啦。我真係非常之鍾意埃及呢一個充滿神秘同埋古老智慧嘅地方，非常之感謝宇宙，非常之感謝埃及眾神們嘅引導同埋祝福，非常之感謝陪伴我一起嘅同伴們，感謝 YuYu、Stephanie、Yomi、Rachel、Matthew、Garden， 仲有我自己。我知道每一位同伴，佢哋各自都係最大嘅得益者。埃及返咗嚟之後，我發現原來我有好多地方都冇深度嘅探索過。之後我嘅第三晚會見到啲好有趣嘅地方。後來我知道嗰啲地方係咩地方啦。假如我喺某一個當下，我依然都係為地球母親服務，喺某個當下，我仍然有呼吸，我必定會再回去埃及，再去探索更多嘅神秘，同埋體驗古老嘅智慧。我釐清咗我到底要點樣嘅方式同大家去共修呢？亦希望可以做更多能量療癒嘅分享。仲有就係親自教敬拜太陽，因為我明白到原來好多人都唔知道連結地球母親嘅感覺，同埋唔係咁清楚能量喺身體流動嘅氣感。我祝福自己可以推動更多嘅靈魂連結古埃及金字塔嘅能量，同埋地球合一嘅共振。我願意主動咁同人類溝通，並且信任同埋尊重佢哋嘅自由意志。我知道我對人類體驗嘅課題已經完全學習完畢啦，非常之感謝同埋感恩。當下嘅我真係好平安，好放鬆。我找到生命中嘅熱情同埋自由，非常之感恩。力量嘅引導係如此嘅神奇，讓我可以更加了解內我真正所喜、真正所需。如果你哋想要改變，只有真正嘅行動驅使，堅定不移嘅意願，先至可以到達光嘅道路。祝福大家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方法，一起找回靈魂真正嘅熱情同埋自由。今次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非常之感謝你哋聆聽我哋嘅影片，非常之感謝感恩。Inak Prash Alakin，Thank you and love you。